炎为寻风尊者，终于动身前往了风雷山脉。这一夜，萧炎几乎不断地从那魔毒斑内抽调出毒素，然后用琉璃莲心火炼化，如此这般，待得天际泛起鱼肚白时，食物中的他方才缓缓睁开双眼。一夜的炼化并未让萧炎有丝毫疲惫感，反而因庞大斗气的补充，现在他的状态竟处于一个完美的巅峰地步，甚至由于体内斗气太过澎湃，其双目开合间隐隐有着金芒闪烁。低头看了眼胸膛处的魔毒斑，如今后者的面积明显缩水了一些，但萧炎却有些不太满意。这一晚上他少说抽了近10股毒素，没想到魔毒斑仅缩减了这么小的一部分。不过将那10股毒素内的斗气尽数吸收后，萧炎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也有所精进，虽然只是达到了斗宗1星中期，可依旧很了不起了。要知道，因斗宗间的每一星差距都极大，所以中州对于斗宗的分级要更为细致一些，除了1到9星外，每一星还分为初期、中期、高级与巅峰4个层次。若萧炎正常修炼的话，即便以他的速度想踏入1星中期，至少也需要近4个月的时间，而如今却能在一夜之间达到，实属惊人。斗宗的等级果然难以提升啊，难怪苏谦大长老修炼多年，也不过是4星斗宗。轻叹了一声，萧炎从床榻上一跃而下。如今他体内斗气已经饱和，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后方能再度从魔毒斑内吸收斗气。不过还好，这玩意儿如今对他已经没了致命危险，反而还被萧炎当成了移动的斗气仓库。看来该动身了，四方阁大会应该就在这几天举行了吧？呢喃一声后，萧炎便是将东西整理了一番，也没有过多停留，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刚走出房间，一旁站立的几名是金属护卫便是急忙躬身行礼。见状，萧炎挥了挥手，也不多说，脚掌一踏虚空，如走天梯般在几名护卫艳羡的目光中航上天际。站在高空，萧炎俯视着天目山，微微一笑，踏空而行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儿，没想到如今自己终于能够实现了。就在萧炎升空时，2道人影也是急忙闪掠而来。萧炎小兄弟，这就要走了。现出身来的金石望着萧炎，连忙说道。闻声萧炎点了点头，微笑出声，在下还有要事儿，无法久待，感谢2位前辈的热情招待，日后若有时间再来叨扰。闻言，金石与金骨也不再挽留，只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后，沉声道：萧炎小兄弟，你对我是金属族有大恩，切记日后有麻烦不要忘记我们这2把老骨头。听了此话，萧炎脸庞柔和地点了点头，是金属族数量众多，在中州的情报十分灵通，能与他们交好自然是一件幸事。当下萧炎一笑，冲2人抱拳高喝道：2位前辈保重，山水有相逢，日后再见。言罢他也不多加停留，身形一动便是化为光影，咻的一声朝天目山脉外闪掠而去，仅几个眨眼间就消失在了金石2人的视野内。萧炎如今的速度极快，不过10来分钟便是出了天目山脉的范围，原本他若施展古意的话，速度自然会更快几分，但当日苍狼王所说的话却一直被他记在心中。虽说现在踏入了斗宗，但这种实力与那天妖皇族相比依旧有些不够看，因此古意非关键时刻还是少动用为好。再度飞行半晌，萧炎在一处山峰上降下了身形，从那戒中取出北域地图后，他便细细研究了起来。按照穆青鸾所说，四方阁大会的举办地点在风雷东阁，而地图所指的东阁位置应该是坐落在北域靠近中州中央区域的边界处，居然这么远啊！看来光赶路就要花费近5天时间呢。将地图收入纳戒，萧炎苦笑一声，幸好如今他已踏入斗宗，否则仅赶到东阁就要10天半个月，届时恐怕人也就早早散场了。看来要抓紧时间赶路了，不然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找风尊者了。叹息一声，萧炎目光转向东方天际，璀璨银芒自脚掌缓缓浮现，只听一道低沉的闷雷声响起，其身形犹如鬼魅般轻轻消散。风雷东阁即便是在整个中州都有着不小的分量，身为风雷阁的总部，四处强者如云，防守更是固若金汤。在风雷阁成立的这些年里，也经历了不少风雨，在东阁却始终屹立其名声，也是在以往的一场场势力的搏杀中逐渐脱颖而出，方才拥有了如今的地位。而四方阁大会顾名思义，自然便是中州4阁所举办，
不过虽说真正参与的主角是这4阁，但每一届的四方阁大会都是中州的一场盛事。虽说无法与丹塔的丹会相提并论，但影响力依旧不弱。这四方阁大会所参与的比试皆是年轻一辈的强者，当然能够代表四方阁出战的人自然也是各自势力年轻一辈中最为优秀者。这些新鲜血液是每一个势力延续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于年轻一辈的培养，四方阁都极其重视。而幸不辱命的是，四方阁的年轻一辈中也是涌现出了不少惊才绝艳之辈，风雷阁的凤青儿、万剑阁的唐英、黄泉阁王晨以及星陨阁穆青鸾，这4人即便放眼中州，也拥有不小的名声。当然，中州大地卧虎藏龙，谁也不知道哪里会突然冒出一匹黑马。但即便如此，每一届的四方阁大会都能引来众多势力和无数实力不俗的年轻人。虽说这大会的主角一般都是四方阁之人，但也并未拒绝其他的一些参赛者。不过为了提高质量，必要的筛选自然是具备的，而且据说还相当严苛，为了就是将一些实力不足的显眼包给淘汰下去。毕竟这四方阁大会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甚至老一辈的一些强者都难以达到这般地步。且这大会的举办的选择是根据轮换机制而来，因为上一届大会的胜利者是风雷阁，所以这次的举办地点定在了风雷东阁。说起这风雷阁的东阁，世人皆知其坐落在北域边缘的风雷山脉之中，此处的地域颇为奇特，或许是因为地势太高的缘故，这里总是有着阵阵雷鸣，天气也是变幻莫测，可能前一秒还是艳阳高照，下一刻说不得便会降下雷霆暴雨。这整个风雷山脉皆属于东阁的势力范围，这里就像是他们的后花园一般，其他势力倒是不敢轻易染指此处。不过这一段时间的风雷山脉倒是显得异常热闹，无数人从中州各处赶来，形成一股庞大的人海，朝着山脉之内的雷山汇聚而去，只因在那雷山之上矗立着的风雷阁的东雷塔。此刻在风雷山脉之外的天空上，一道模糊的光影如流星般闪掠而过，旋即化为一道人影，徐徐落在山峰之上。那人影低头望着下方犹如蚂蚁般的人流，当即便是愣了下来。这风尘仆仆赶来的人，自然便是那一路披星戴月疾驰的萧炎。这几日他几乎是卯足了马力，中途更是没怎么休息，但即便这般高强度的赶路，也是在消耗了近4日时间方才抵达此处。这里的风雷之气好浓郁啊，清吸了一口山巅的空气，萧炎目光远眺，望向看上去比天目山脉大了不知多少倍的山脉，只见在那巍峨的山脉内，惊人的雷鸣声即便是隔着老远都能听到，而其中所蕴含的风雷之力更是遥遥传递而来，时令的他都是有些动容。这里应该就是风雷山脉了吧？那风雷阁的总部东阁应该就坐落于此了，看来我并未来晚了。萧炎正式抵达风雷东阁，他又能否顺利混进四方阁大会？风雷阁凤青儿见过金石前辈，此行离开前，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向您问声好。多谢雷尊者牵挂，日后有机会定去风雷阁一叙。开始吧。好快的速度，不过带着嫣然，我的速度无法施展。这凤青儿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境界了。凤青儿闯关成功。万剑阁弟子唐英拜见金石老前辈。来吧。四方阁果然名不虚传，培养出来的弟子个个都实力不俗，难怪能在中州拥有着非凡的地位。
关成功，下一位。我们也上去吧。黄泉阁王晨见过金石老前辈，开始吧。暗属性斗气果然诡异，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这王晨的实力恐怕比寻常斗皇巅峰还要强上不少。闯关成功，下一位。星陨阁穆青鸾见过金石前辈。青鸾小姐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你的家族让你拜风尊者为师，是个正确的决定。风尊者，他竟然是风尊者的弟子，没想到兜转一圈，得来全不费功夫。音波斗技居然这般轻松！是。倒是忘了，这音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效果。下一位。时间快到了，这萧炎真沉得住气。只怕不是沉得住气，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不行，没时间，你上，我也不行。他要上。晚辈萧炎，纳兰嫣然见过金石前辈。哎，对，他就是那个被风雷阁通缉的人。没想到连废天都没能成功擒住的萧炎，竟然也来了。没想到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你确定要带一个人？要不你一个人上去吧，带上我会拖累你的。金石前辈，我们可以开始了。你跟在我身后，可以减少部分音波的攻击。几年未见，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实力不错，你叫萧炎，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萧炎，小心一点，他很强。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为了通灵白虎，此灵物能免疫前方迷阵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便被盯上了。哎，我对你的白虎可没什么兴趣，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白虎就别想了，你们走吧。这就难办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王晨可是一言九鼎的。王晨，黄泉阁的王晨。萧炎，要不将白虎给他吧？传闻这王晨生性嗜杀，实力早已在斗皇巅峰。放心。好，有魄力。不过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实施手，小心！异火。这王晨实力虽强，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异火正好压制他的暗属性斗气。难怪能让唐寅那般看重，的确有几分本事。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你没事吧？先找个地方调理你的伤势吧。嗯。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嗯。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嗯，虽然以我的实力想挤进前10还挺难的，不过来一次也算是历练吧。此次血潭之争强手如云，你老师怎么会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我总不能事事都依赖老师，想要变强必须靠自己。这几年，你们在中州还好吗？这些年，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遇见了许多人和事，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老师说，心静了，人生才会风清月明。那就好。我也要去天山血潭，你可以跟我一起。不会拖累你吗？我对天目山脉一点也不熟，你在的话，我也能省心不少。嗯。那走吧。快到迷阵了，我们有通灵白狐，倒是不用担心。嗯。不过越靠近天目山脉深处，我们越要更加小心，特别要注意，不能得罪这里的原住民——噬金鼠族。魔兽家族，实力如何？噬金鼠族虽然大多是2、3阶魔兽，但数量极其庞大，他们族长的实力也是堪比6星斗宗的强者。进入血潭的10个名额当中，噬金鼠族占据其2。这么说，只有8个名额了。这也是没有办法，毕竟噬金鼠族占据着地利。看来噬金鼠族确实不易招惹。真是憋屈！不行，我们直接进去试上一试。别想了，这迷阵极其诡异，没有通过之法，进去也是送死。难道咱们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去？我可对不起这人。就是，王晨，又来一个，这是哪来的？哟，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萧炎，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关你何事？嗯。哦，对了，忘了提醒你，那女人身上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狐可是个宝贝，一定要看好了哟。通灵白狐。九星斗皇，靠近10米范围者，杀！8名斗皇，若真要动手的话，即便是萧炎，也要暂避锋芒。血潭机缘就在眼前，错过了就得再等3年。他能耐再大，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对，大家一起上！白狐在这女人身上。
门口等你。拦住他！剑分，巨浪拳！小子，手段挺狠啊，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难道就想一走了之？斗宗，这天目山不是实力过强者不能进入吗？莫非他是？晚辈萧炎，拜见世经蜀族的前辈。小家伙眼光还不错嘛。小子鲁莽了，这些气修丹用来恢复斗气，效果还不错，还望前辈勿怪。小家伙，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顺眼。没事儿，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那便多谢前辈了。老夫名叫金谷，别叫什么前辈。小家伙，你是炼药师吧？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实在是稀罕呢。行了，你先进去吧。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通过迷阵不成问题。多谢金谷前辈。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这迷阵果然极弱。是我。这迷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不过我们有着白狐引路，想要出去并不难。走吧。这下好了，剩4个名额。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真是倒霉。呸！不能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老老实实做拼一把好了。那小子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到不了。请诸位做好准备，闯关即将开始。果然是高看他的。抱歉，来晚了。谁呀？认识啊？希望没有耽误闯关。哎，这人是谁？赶得倒挺巧。不认识。我只知道又多了2人抢的4个名额。不过这小子看着挺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啊。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风雷北阁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哼，等血潭之事了结，帮北阁擒了他。老夫世金蜀族族长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也清楚天目山的规矩。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才有可能得到另外8个名额。这次的关卡并不难，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抵御着石梯上的水潮音波，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手潮音波阵，这噬金属族的音波攻击可是出了名的厉害。噬金属族最擅长的就是音波攻击，能无视斗气防御。如此庞大的音波气法，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不会太多。音波攻击，倒是与狮虎碎金音颇有相似。能否顺利通关，就看诸位的本事了。闯关开始。提醒诸位，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过时不候。你说，你看他们上了。金石前辈，花骨门胡牙、胡成前来闯关。音波阵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你们可想好了？他俩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架之力，换成是我们，估计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这音波阵果然棘手。待会儿你用斗气堵住双耳，跟在我身后。噬金属的音波能直接侵入大脑，就算我堵住双耳也没有用的。我能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了，你不用顾忌我。音波斗气，能否成功，不试试怎么会知道？这般蛮闯肯定是不行的，得动动脑子了。下一位，